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eo。2023年从一开始的不买鞋到之后一发不可收拾，前后大概也买了快100双。过去这一年呢，很多开箱都改以拍秀词为主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算是把今年值得入手的10双好鞋做个推荐，也顺便把过去没有特别介绍的款式做个补遗，跟大家分享我个人认为年度值得购入的10款好鞋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以过去2006年 Nike Air Pegasus 的鞋型进行升级的 P6000， 在今年 Y2K 流行的风潮下，一直都是 Instagram 上吸引眼光的鞋款之一。刚穿时脚感会比较偏软一点点，长期穿着密合脚型之后，就可以了解到它舒适的地方，连足弓都帮你支撑得好好的。根据鞋店店员的分享， P6000 的底会比较不耐磨一些，以3000出头的定价，但实际上2000多元就可以入手的价位，相信大家也不会太苛责它的耐用度。尺寸的话，我建议可以拿原尺即可，脚宽的人或想穿宽松一点，可以考虑大半号。以近年流行的 Y2K 风格来说， 860 V2 除了有很棒的复古流线外形，使用跟 2002R 一样的中底，脚感的舒适度不用说，鞋身采用大面积网布的材质，也有比较好的透气度，应该算是 New Balance 鞋款里面透气方面前几名的。整体鞋身比较包覆一点，建议可以拿到大1号，也可以到门市去试穿过再选会比较准。平时 New Balance 2002R、1906R 我是穿11号，因为这款没有出11号半的关系，所以直接拿了12号，穿起来也还算宽松舒适，并不会有太大的感觉。New Balance Mo12 V4 以运动跑鞋改成 Lifestyle 的款式来说， Mo12 V4 的脚感相信穿过的人都会很爱，软弹很像是踩在果冻上面一样。刚穿的时候呢，会需要去熟悉适应一下那个平衡度。如果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，大概就是这个中底在走动的时候会发出比较大声的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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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音。尺寸的话，这款的版型比较宽松一点，建议拿原尺即可。而定价虽然比较高一些，但加上通常也都直接有8折的折扣，算是蛮值得入手的一双。580算是今年 New Balance 主推的一个复古款，不过好像雷声大雨点小，市场的反应度一直都平平。说今年复刻的版本在脚感上面有做了一些微调，没有像之前的版本那么的硬，再加上宣称可以防止脚不小心扭到的罗巴科技，可以说是实用性上非常高的一款。尺寸的话，我建议拿大半号，穿起来比较舒适。今年最受瞩目的580款式，应该要推早到20年前原班人马再聚在一起的 Meta Sneakers 四方联名580了。这款四方联名呢，平移了一般市面无法买到的军用鞋950 V2 的外观设计，同时也采用了 Gore-Tex 涂装来加强它的机能性，真的可以说是最强的580版本了，同时也应该是最重的580。以我买的 US 11号来说，单脚重量就只达600克，真的是年度非常有分量的一款。今年算是亚瑟士非常风风火火的一年，年中推出的 Kayano 14 Green Break 到现在只要一补货都还是会引起排队抢购。而今年 Kayano 系列30周年的 Kayano Legacy， 这是我觉得年度必售的一款。鞋面结合了历代 Kayano 鞋身的特征，采用 Kayano 14的中底设计，也保留了它好穿好走的特性，可以把它视为是 Kayano 14的外形升级小改款。尺寸的话呢，一样是照亚瑟士的看公分数来拿即可。今年推出的4款，除了钢弹风的红白款以及 Y2K 风的银色款之外， GMBH 联名的漆皮款式也是很吸睛的2双，让人不知不觉中就把今年推出的4款都包摄了。以美金100元钞为概念来设计的 Concept 998，在推出10周年后的今年进行小改款的复刻，可以说是2023年度我觉得外形最好看的一双鞋了。再搭配928那个爱上就会让人疯狂着迷的脚感，真的可以说是年度最爱的一双，应该也是这集影片中被单一挑出来推荐的特别联名版本。但毕竟它是复刻的款式，再加上 New Balance 美制的浪漫，很多人都有发现一些或多或少仪式感工造成的品管问题。不过其他版本的928也是相当值得推荐的，不管是 Grey Day 特别版或是 Kiss 的联名款，甚至是一般发售的基本配色款式， New Balance 998可以说是年度必售之一，赶快趁着复刻还有现货时备份一双吧。在2022年11月推出的 New Balance 950 V6 也真是上市1年了。今年除了3个基本色都发售了之外， New Balance 也为这个年度款式在每一季度都持续推出有美制总监 Teddy Santis 加持的新色。而联名的部分呢，今年也陆续发售了好几个引起市场热烈关注的款式，像是 Carhartt Whip 以及 Kiss 的联名。2023年度呢，我个人觉得最好看的950 V6 款式要属 H&M 公正联名的950 AC6 了。不过考虑撞鞋度，我个人最后
头是受了 Double Tips 联名的 990V6， 这些的质感呢真的比宣传照好太多。而脚感部分呢，采用 FuelCell 科技的 990V6， 除了有很棒的舒适度之外，那持续提供的推进力也每每让人想到出游需要久走时，就会优先选择 990V6。而说 990V6 的 Endurance 耐磨大底，也是目前我验证过雨天最防滑的一款。而2024年 New Balance 也会持续再推出 990V6 的新色，没入手朋友呢，也可以再期待一下之后有没有让你心动的配色。外形一看就有 Kiko 设计既视感的 Quantum Kinetic， 应该是今年亚瑟士推出的一般款式中定价最高的一款。说到电头试穿后，真的很难不被它的脚感折服。初穿第一印象呢是脚感比较偏软一些，实际上 Quantum Kinetic 提供了一个很稳的脚感，不像 New Balance FuelCell 是需要人去适应那个平衡感。Quantum Kinetic 则是不管你怎么动，它的中底部分都会帮你妥妥的稳住。采用全掌的 Gel 虽然增加了鞋身的重量，但毕竟是穿搭鞋的定位，实际上也不太有太重的感觉。尺寸的部分呢，我一样是照亚瑟士的公分数来拿。具有弹性的鞋带也能依照个人习惯来调整松紧度。真心建议原价买不下去的朋友，特价时一定要入手一双。这今年推出新改版的 New Balance 英智991第二代，外形设计呢有点像是992、993的小改款。新改版的中底呢，除了有 Absorb SBS 科技，提供很好的稳定度及支撑力之外，同样有 FuelCell 科技的加持，舒适中又带点回弹，应该可以说是 New Balance 的年度脚感王了。尺寸的部分呢，我个人建议照英智鞋的尺寸来拿，也就是比美智鞋要大半号。目前除了有原主灰跟蓝色的基本款推出之外，也持续会有更多的配色推出。据说之后呢，会有一款很像992GR配色的款式，大家不妨可以再期待一下2024年有什么新色上市。关于991 V2 更详细的说明比较，也可以参考先前我拍的影片。而2023年的 CP 值王者呢，我会给 Nike 的 Zoom Movano V5。虽然这一款呢是因为今年流行的 Y2K 以及复古风潮再被复刻带回市场上，不过实际上呢，以脚感、舒适度、透气度，甚至是重量，它都达到一个很均衡的点，更不用说是个非常好搭配的穿搭选项。不仅仅是男生，很多女生呢也会把 Movano V5 当作今年穿搭的第一选择。以市价3000多就可以买到的鞋款来说，轻回弹的脚感，左打 New Balance 990V6，右打亚瑟士的卡诺14 ，Movano V5 真的是很难找到对手。还没穿过的朋友呢，也很建议到鞋店去试穿看看，或许一穿就会爱上哦。以上就是我个人推荐的年度10款好鞋，不知道是否也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呢？以个人的选择来说，毕竟接触的品牌比较集中，也欢迎您留言一起分享你的年度好鞋款，提供更多参考的选项。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我们下次看到见，拜拜。那今年有没有期望值跟实际上落差比较大的款式呢？我个人觉得有2款。第一款是亚瑟士的 GT2160， 这款严格来说呢，是会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之后才会觉得好穿的款式。脚感跟亚瑟士其他比较偏软弹的款式比起来，差异性比较大，是比较偏硬的。而尺寸刚穿的时候非常的紧，甚至让人觉得买错尺寸会需要拿大半号才行。但穿一段时间之后，鞋内的空间感就会出来，所以我个人是建议拿原尺即可。这款呢，应该算是 Needles 跟亚瑟士联名的 EX89， 相信大家看到各大平台架上满满的库存，大概就可以理解说，以品牌的知名度，原本以为它会是被一扫而空的，但实际的销售状况呢，却明显有一段落差。相信这个例子呢，也很值得作为日后市场行销的范例来讨论。